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却能在大女儿误杀了警察局局长儿子后，利用从电影中学到的犯罪情节，给一家4口制造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以及教他们面对警察问话时，可以镇定自若并有条不紊地说出不在场经历。几点到的罗总？下午1点多。大概1点多。如果我们全家都说一样的话，就会显得非常可疑，尤其是牵扯到像时间这种有关数字的东西。我跟妈妈可以说的精确一点。但是你们2个不行。我不记得了，应该过中午了。我们去抽了奶油蛋糕，那时候饭店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对于警察会将一家4口分开单独问话，李维杰早已提前给妻女打了预防针，让他们面对审问时说真话，一五一十地说出在罗同所遇到的事。因为说谎话会情绪紧张，但说真话就能理直气壮，所以说谎最高的境界就是讲真话。然后利用蒙太奇手法将这些话打乱，将3号发生的事挪到2号，利用时间差编造出一个完美的谎言。而见3个大人的回答滴水不漏，警察便将目标转移到小女儿安安的身上，想利用她年龄小、心理承受较为弱些来作为突破口。不对，你爸爸说是到了以后才开始的，等了半小时，对不对？对不对？不管警察叔叔说什么，我们都要坚持自己的说法。不对，爸爸记错了，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而新脑子就是好使，在如此紧张的恐吓套话下，还是依旧按照爸爸提前教的，淡定地说出了3号那天真实发生的事，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就连外面大部分警察也相信李维杰一家没有嫌疑。可破获了上千件案子的局长拉温，回想起李维杰听到案发车辆时的短暂惊慌表情，以及速查的车最后出现在灿班，手机信号也是在灿班，黑警桑昆更是在灿班李维杰家的附近看到了速查的黄色轿车，种种迹象表明李维杰肯定跟速查的失踪有关。于是为免打草惊蛇，拉温让手下先放了李维杰一家，想让他们以为没事了，放下戒备，从而露出破绽。全观众也过了，才刚刚开始。很明显，李维杰明白了拉温的故意放人计划，他情绪依旧地走出警察局，然后趁所有人不注意，塞给朋友一张纸条，嘱咐说如果他们一家再被抓，上面的电话可以救他们一家4口的命。另一边，拉温将李维杰一家口供中见过他们一家的证人全部叫来了警局。可不论餐馆的宋叔，还是大巴车售票员，以及蛋糕店老板娘、拳赛老板和卖零食的小贩，都表示2号在罗统见到过李维杰一家。就连酒店前台和老板也证明李维杰在3号退房时，因为加钱的原因与酒店有过争执。那也是行。2号，想都不想，记忆那么好。警官，记忆力好还犯法吗？原来李维杰利用人们对日期模糊的观点，按照2号的工作和游玩路线，在3号又重新带着家人走了一遍，并且在重新遇到的这些证人面前故意搭话或者制造矛盾，用蒙太奇的手法混淆时间。事后他又故意将日期说成2号，以聊天的方式和证人闲聊，潜移默化改变他们对日期的认知，将3号发生的事完美转移到了凶案发生的当天2号身上。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李维杰2号在 ATM 机上留下了取钱铁证，并且在3号利用职务之便删掉了只有自己入住的酒店监控视频。然而见每一个证人记忆都非常清晰，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当天经过，拉温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具体说不出到底是哪里不对。我低估了这个李维杰，他虽然没有念过什么书，但是他很聪明，比在座的都要聪明。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他，分析他。听到这的桑昆告诉拉温，李维杰平日里最爱看电影，并且还说过只要看过1000部以上，世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离奇的案子了。拉温顿时想到了什么，查他近1年来的观影记录。你怎么买东西啊？好买还分。经过盘点，李维杰近1年总共看了838部电影。拉温让所有人放下工作，观看并总结悬疑侦探类的。很快，几个著名的影片被总结出来，分别是《狩猎》、蒙太奇、七宗罪。拉温听着小局长挨个汇报影评，在听到蒙太奇这部电影时，当即眼前一亮。蒙太奇，韩国电影，女主角将15年前的绑架案用同样的手法重演一遍，利用蒙太奇的技巧交错时空，复现当年逃脱制裁的罪犯做的新案，使之受到正义审判。拉温瞬间明白过来，李维杰正是利用蒙太奇手法，将所有证人脑海中的记忆进行了日期调换剪辑。他的确带家人去了罗统，去吃了奶油蛋糕，看了电影，看了拳赛，所有遇到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这就是为什么连那个小女孩都可以对他入狱，因为他们没有撒谎。但是他
偷换了时间。拉温推测李维杰一家是3号区的罗统，退房时其实刚刚赶到酒店，争吵是故意让前台看到他们一家，潜意识以为他们一家人是2号办理的入住，故意打翻小贩爆米花出来取钱，利用2号留在 ATM 上的监控混淆时间，之后在各大商场留下监控画面，就是为了将3号的素材打乱拼凑到2号，让那些证人替他做了伪证。可这一切都只是拉温的推测，不能作为证据指控李维杰。而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素茶失踪前唯一联系过的同学突然出现，表示素茶失踪可能和夏令营有关。原来那天素茶在瓶瓶里的酒水里下药，不仅实施了侵犯，还让同学录下了整个全过程。这段视频不能传出去。拉温看到视频后，第一时间不是震惊儿子的暴行，也不是对平平的愧疚，而是立刻意识到这是能置他们全家于死地的定时炸弹，所以必须把视频扣下。此时的都鹏正在竞选市长，拉温是警察局长，两夫妻分别掌握着当地的最高权力。一旦这段视频流传出去，都鹏的选票会瞬间蒸发，因为选民的道德红线是绝对不会接受市长候选人的儿子是个迷奸犯的。这个情节算是彻底撕开了灿班镇的阶层双标。如果是底层平民的儿子犯罪，视频会被当作证据迅速公开，第一时间登上各大新闻头条。可如今犯罪的人是高官儿子，视频自然就成了必须消灭的丑闻。而其实这也正是李维杰想要的结果。他明白在这座小城，权和钱可以消灭证据，能轻松断掉底层人想要走法律途径的念想。眼下唯一能保护家人的，只有从电影中学到的反杀技巧。拉温得知失踪真相后，也终于明白了李维杰的作案动机，同时也明白儿子很可能已经遇害，巨大的悲痛袭遍全身。他压抑着情绪，泣不成声。终于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溺爱儿子的母性让她失去了理智，不再管丈夫所谓的选举。给我抓回来！李维杰这边刚到家，就又被全部抓回了警局。这一下惊动了街坊邻里，纷纷跟着跑向警察局要人。好友混在人群中，突然想到李维杰叮嘱过自己，一旦出了事打纸条上的电话，关键时刻能救他们一家的命。素茶的父亲叫都鹏，市长候选人，这个号码是竞选对手办公室。到了警察局，李维杰一家依旧坚持2号去了罗统。素茶失踪，他们根本没有作案时间。拉温也不废话，直接拿出侵犯视频放给平平，威胁他说出真相，否则就把视频流传出去，让平平一生都活在屈辱和不堪之中。这一行径已经完全没有了身为警察的职业操守，而是露出了和素茶一模一样的狰狞面目。那你就是个混蛋！你现在一定很了解我的心情，毕竟你也是个母亲。你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没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奸商。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当女儿的底线被触碰，一个平日里沉默懦弱的底层母亲，瞬间拔高到了与警局局长平起平坐的高度。这一刻，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底层妇女，而是为了保护孩子可以不顾一切的母亲，哪怕玉石俱焚，也要保护女儿不被2次伤害。就算杀人偿命，女儿的清白也不容被再次践踏。拉温被怼得哑口无言，于是又做出了一个疯狂决定，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他让桑昆不管用什么办法，对李维杰以及阿玉母女动用私刑，一定要逼他们认罪，说出素茶在哪。随后又将6岁的安安拽进另一个房间，让他听着亲人的凄厉惨叫，威逼利诱说现在只有说出真相才能救爸爸妈妈一命，不然爸爸妈妈被活活打死，他就成了一个孤儿。见安安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只知道哭哭啼啼地看向外面，拉温的耐心再次被消磨殆尽。你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到底看到什么了？